非常帅啊！好，一开始我们先不多说啊，跟大家伙讲一下啊，今天这个视频呢是给大家伙带来一个合金弹头叉，也就是最经典的合金弹头版本啊，这个游戏厅里面大家伙都了解。然后呢，这个版本的双人速通，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住在涂山的小兰，以及住在涂山的追风，他俩应该都是。那大概就是这个一个地方的，还不是一种信仰的啊。着重介绍一下这个2P 啊，就是这个小兰，就是选这个塔尔玛的这个人啊，她呢应该是合金弹头 X 系列的第一女玩家。那么平台记录单人速通记录也是她打出来的，也是上次我解说过了，而且长得确实很漂亮，但是呢我没有验证过啊，我要用我的肉身来检验小兰的真身，这个意思啊。好，这次两个人打双人速通啊，跟大家伙讲啊，这个双人速通，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很难受啊，因为这个双人速通呢，它有一个难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怪物啊，也不能说怪物啊，就敌人也很强大，两个人呢主要是配合，两个人的伤害呢更强大，对吧？如何把这个伤害和这个清兵把所有的用的道具集中在一起配合好，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啊！所以说这个双人速通记录，我们看看到底能打上多快啊？到底能打多快？好，来看看，先扔手雷 ，Rocket Launcher， 好，一顿炸，跳起来躲这个子弹，可以看到啊，由于呢，咱们把所有的补给全都扔上来了啊，基本上所有的手榴弹全扔到了这个 BOSS 身上，以导致了这个阿拉伯王子啊，阿拉伯军阀呢这个举白旗投降了。反正这个莫顿将军啊，跟谁都合作，你像这都合作的啊，无敌了啊 ！Thank you, Lazy Guy。好，直接一顶。速通呢，就是一个字儿快。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不愿意做速通的视频，因为太多了。但是。不说错了啊，不是太多了啊，是因为太快了啊。我们不喜欢快男的，对吧？连讲故事都讲不出来啊，怎么说吧？但是呢，速通确实精彩，速通也是检验你对一个游戏理解的方式之一，而且是用赖招之一啊。速通虽然说咱们菜鸟呢不要去学他们怎么速通，但是你可以去学他的赖招，怎么秒 BOSS， 怎么留这个东西，这个是可以学的。虽然说你学的是表面，但是有一些小技巧在速通当中是很有用的，知道吧？啊，当然呢，不要去学摊分，因为摊分呢不是咱们正常人要学的东西啊。好，插带的话呢还是比较有游戏感觉的啊。我认为插带呢还是在游戏厅，你比如像我们黑龙江的游戏厅，基本上是看不到3代啊，基本上是看不到3代。啊，4、5就更不用想了。然后呢，2代呢有，但是少，大多数都是这个合金弹头叉，非常的快的啊。好，大哥，我播王牌对决被扣分的不白玩了吗？不想扣分啊，我不想扣分的啊。现在你不用想，王牌对决是德州扑克系列的，说错了，就是梭哈。这种不让玩啊，这种就明确告诉你了，不让玩啊。有多少活人？有200送飞机，再来打个1。惨，这200！我告诉你啊，我狼这个屋里面200是，别说200有，我告诉你400都有，真的，实话实说啊。但是呢，有些人就真不愿意说话，甚至他可能也不能说话，比如说用电视看的不好说话的啊。这个咱实话实说啊，人数绝对不止你们说的。好了，可以看到，跳起来朝下开枪，扔手雷。感觉双人呢，虽然说 BOSS 血多啊，因为双人的这个火力比较集中啊。现在啊，你要是说开个那啥，能说话的啊，能说话的现在敲个1，来。怎么敲呢？就是往死敲，小狼我爱你啥的，把这个弹幕滚动起来，好吧？哎呀，不愿意那个说话啊，因为听我狼那个解说，
因为听我狼解说吧，这个我们解说都是讲故事，大家伙非常陶醉。它不像说有一些游戏你玩的过程当中吧，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比如说翻车了。像那种情况下呢，咱们节奏就比较多啊，弹幕也比较多，这个是我狼非常吃亏的点啊。我狼牛逼就牛逼在什么呢？就大家伙真喜欢我狼，人家就来听，真实人气摆在这儿，但是没啥人说话啊。其实我是有方式的，我随随便便讲几个所谓的黄而不淫，淫而不色的段子，哎，那人气直接就上来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我找个机会把这个2P 住在涂山的小兰找个机会跟他视频一下，对吧？啊，用我的肉身来检验他的真身，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对吧？这个节奏就起来了，是不是啊？办卡都不屑说啥话啊！叶梦哥来了，还有我们瑶光哥啊，一人一手办卡。直播一夜是肯定不能直播的啊！我今天开了一天的车，说句实话可能会很累。一会儿呢，我准备看看啊，这个说不动了我就好好休息，因为毕竟啊，这个连续休息了4天，再加上今天开了一天的车啊，可能不太有精神头。好，一个飞机一个坦克，这个坦克可以坐在飞机上的啊，兄弟们，这个坦克可以坐在飞机上啊！我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当时我就疯了，我说你们是当我他妈的真的，我感觉好像这块好像不归牛顿管啊，这块好像不归牛顿管，我是真的服。风卖吗？卖的啊，还卖的，对。舒克背的，你舒克是吊着坦克，他不是骑在坦克，骑在飞机上面的哥，你骑在飞机上面这个事儿我就没见过了，对吧？铁道游击队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蜘蛛侠，是蜘蛛侠2吧，还是蜘蛛侠3啊？就是那个章鱼博士，对吧？也是在火车上，但是呢，他是机械大章鱼，对不对？好，这关的音乐又来了啊！当当当当，嘟嘟嘟，小曲儿真好听，兄弟们啊！这个照相机3上是不是李连杰？电影公司那个刚才那个招牌，那是不是李连杰？小时候玩2代在这里摊分，你们是要养鸡是吗？事实证明啊，事实证明养鸡摊分不多，现在好多人都不养鸡了啊。深荣补品，火星人，你看，火星人在空中啊，搁那儿卖单呢。我跟你说，这帮火星人为什么要来这个中国？因为他要来这里跟中国人打麻将。好，坦克都不要了啊！为了这个速通是不需要坦克的，看不看见？叉版本和2版本确实差距不大，尤其是在剧情上是完全没差距的。但是比如说第一关还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啊就不一样了。好了，直接秒掉，然后我操，这俩人的配合天衣没缝，这个 boss 出来大概没有7秒钟就死了，太惨了啊！ Mission 4 complete， 有点东西的啊。
好，一顿往前冲，感觉1P合适，一上来站前面，先把坦克先吃了，太赖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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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小曲儿多嗨呀啊！当当当当当当。好，哎呦，这个自爆非常爽啊！一炸，你看机枪都爆了。上面这有老头，但是你看远处还有火星人，看没见？好，让胖子吃雷。我说句实话，这个胖子现在这个长相啊，长得贼像我们小狼传媒的那个大头哥，而且除了头发的颜色是黄色是黑色之外啊，他那个头发的发型就是 Margo 胖的这个发型跟大头哥的发型现在都是一样的了，体型就不用多说了啊，真的像啊。核心弹头里的坦克拿来放生可以吗？啥叫放生？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放生啊？还是 lazy 感，我去！好，直接变回来了。一个是马二狗，一个是他二妈。啊，你看这个地方跟二代也不一样，第一关的 BOSS 不一样，第3关有个 BOSS 不一样，坦克不一样，超能坦克、飞机。啊，这个地方呢是1代里面的那个 BOSS， 第1代那个左右交叉型 BOSS 啊，巨型坦克。当然还有少不了的打地铁环节啊，小米加步枪来怼地铁，非常的赖的啊。我吃这个瓜子是公的，是核桃味的，不知道是公的母的啊。好，看看，我操，这个炮！想一想，这地铁惊魂嘛，这地铁招谁惹谁了？出去吧！你连续的开枪，它不用换梭子，当你不开了，它自动换梭子，就好比电影里面描写的似的啊，很多电影就是这样的，很多电影都是这么设计的，就是当导演告诉你不需要换子弹的时候，你可以对吧？一个手枪里面装他妈7、80发子弹都无所谓。好，不要这个机械载具，我们看看，就为了速度啊。这还有一个机械载具，这个要不要？要不要我不知道 ，F 是肯定要的，而且还是一个大 F。Finish up。Thank you。好，老头不吃了。啊！还有一个，可以看到手雷，23发手雷，15个手雷，那边还有10个加农炮。什么时候开始扔？好，开始扔了。跳下手，你看，跳下燃烧，一人一个燃烧弹，这个火力非常足啊。但只有一个载具，要大激光了吗？感觉他俩火力是非常足啊。好，跟踪型的电光炮，就是输出，跳，马上快到底的时候呢，再 A。这个燃烧弹啊，这么打，好的，少了1发燃烧弹，不过不要紧啊，再跳起来打1发就死了，确实帅啊。
小狼怎么不解说拳皇了？有好的拳皇比赛我会去说的啊。这个版本有锦江吗？有的呀。你看，这不是最后一关了吗？这一关就有锦江啊。利用开局的无敌时间啊，这招呢是非常牛逼的。好，这个就是奈何桥啊。小的时候都管这个地方叫奈何桥。为啥叫奈何桥呢？你懂的啊。没有，8难度就是最高的啊。这个桥当时是怎么？我这个现实生活中要是真有这样的桥，那可无敌了。好了，锦江，看看怎么秒锦江啊。好的，咱们可以躲啊，1P可以躲这个锦江的刀那个鞭子。这个艾伦其实没死啊，每次都要跟大家伙说一句。好，直接拖走。这艾伦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好像就第1代的艾伦是最难的。好，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个雷要吃，我跟你说，手榴弹是秒 BOSS 的关键，知道吧？必须要有手榴弹的啊。最狠的是虎鲸啊，就像那个《西游记》里面，你是虎鲸，你是虎鲸，你是虎鲸，哈哈，太狠了啊！其实说起来像，我觉得不像那个谁啊，不像那个徐锦江。徐锦江长得比他帅，他长得比徐锦江要可爱点啊。如果要是伪作，对吧？可能还好一些啊。好，速通就是爽啊！你知道大家伙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速通吗？速通爽就爽在他这个，你懂的啊，他这个就是这种环境之下。好。其实这个火星人，我觉得他的科技好面呀，真的啊，他的航空能力可能强，但他的作战能力不仅面，而且面到一定程度上了都，超级面的，对吧？当然，我觉得这个火星人应该挺好吃，做那个大爆头。这个火星人在那个 SNK WAS 的卡普空那个格斗游戏里面还有出场。SNK WAS 的卡普空那个 Plus 那个版本里面，你可以直接选这个外星人啊，就是这个火星人。合金弹头啊，合金弹头真的，合金弹头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出场。然后呢，还有就是拳皇2000里面有 Fail 这个原著小女孩啊。好，直接过图。看看最后的 BOSS 啊，把前面这个小趴趴房给我扒了。这小趴趴房贼嘚儿啊，这小趴趴房一会儿就没了。丢丢，这 Modern 长得确实有点帅。哎，很多人说这个 Modern 像人，像谁？像那个哈迪伦。虽然说肯定不是啊，但是你看都是戴个眼罩啊，都是贝雷帽，对吧？好，这个球啊，还打个球啊，可以看到这个补给非常多，直接就秒了啊！
你看非常赖啊！无论你怎么打，他都会把这个房子给砸碎。这个小趴趴房，你想借助这个趴趴房搞事情，他不让你搞。他这个剧情设计的非常嘚儿，这就跟下那个象棋残局似的啊！你下那个江湖残局，你看老头搁那摆摊儿，对吧？对吧？你刚开始你觉得有这个房子，打最后这个你就想了一些，看别人打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哎，这个宇宙飞船没有那么难，对吧？我有个房子，我站上去直接一顿扔手雷什么的。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啊？他把房子给砸碎了。那个象棋残局就是，当你玩的时候，哎，他变了一步，哎，瞬间你就炸了啊！好，大哥，人家发激光了，你不会闪啊？拿个盾牌来挡激光。好。这一关的 BOSS 不是火星之冠啊，3代的 BOSS 是火星之根的。啊，好，直接打爆了，看21分钟，不到21分钟啊，不到21分钟，20分钟50秒就通关了，不到50秒，因为前面还有序幕的啊。结尾就是这个剧情就是独立日嘛，就是那个维尔史密斯。是吧？那个96年拍的电影《独立日》，剧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咱们说几乎呢，也不能这么确切的说，几乎呢，它的意思就是借鉴、致敬啊，就是这个剧情。然后呢，跟大家伙说啊，这个铁板下的这个 Modern 是火星人假扮的，还玩了一出口肉计，然后崩。这个 Modern 是假的啊！第3代里面这个假的 Modern 将军呢，搞了一些外星的基因科技，把地球上很多的地方都弄得变异了，比如说有变异的那个大闸蟹，有变异的那个蜗牛什么的啊，虫子，然后搞事情。后来呢，发现真正的 Modern 将军被关在外星的航空母舰上，被接受杨永信的电疗，就是就这个啊，电得好惨啊！这个是有铺垫的，兄弟们啊。好，那么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住在涂山的追风以及小兰2位高手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么一个合金弹头插带的双人超级牛逼速通人脑啊，其中我个人感觉到还是有一点点的瑕疵，因为跟 TAS 比呢瑕疵肯定是有的，但是真正人脑的话，我感觉2个人已经玩得非常流畅了。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下期再见吧。